穿越这浮夸的世界，期待重新裂变的力量。反转中溢出这愤怒，足以燃烧崎岖大路。幸福从来没有日期，感动或伤害只会更坚强。寻寻觅觅，追踪真相，引领前进方向，始终都是你。Keep running， 答案就在前方，不能退缩，不想设防。Keep running， 秘密就在心中，沉浸思念，危机相同。风暴撕破天空，不再可控，眼看脆弱揉碎，好想打开。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只有你为我定义。就在前方，不能太傻，不舍得设防。Keep running， 秘密就在心中，全知思念，危机相同。风暴撕破天空，不再可控，眼看脆弱揉碎，好想打开。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只有你为我定义。老杨，从今天起，他就做你的徒弟，随行办案。是。爷爷，咱们再去阴府重新验尸。验尸？哇！小徒弟，过来，拿好喽。其他东西我都带上了。啊？哇，这什么呀？这古代文物比现在出土的东西还要脏。我目测根本没有消过毒吧？哇，这什么都没有，手套、刷子、石墨粉这种标配都没有。像我这种专业人士，怎么验尸啊？我干不了这活儿。哎，杨秋池人呢？杨秋池，哎，杨秋池，来了。不行不行，作为一个有品位的职业法医，必须有配套的专业道具才大呀。哎，我的包里有啊。老爷，我的那个小包包。这是证物，是你犯案的证据。那老爷，别忘了你是在罪之人。可是我急需那个呀。档案要写，你的事儿不重要。到了，请教，落轿。哎啊，哎，大人，请。哎，请，走吧，快走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别看了，快走！哎，老爷您慢着。呀，白大人，千总大人，应公子，宋伯伯，这是新来的杨仵作，有些许见识，再来看看。不觉。哎，你好，杨兄弟，那就辛苦你了。这是开手钱和洗手钱，拿着吧。开手钱和洗手钱，啊，这是要买洗手液吗？嗨，这是我们仵作的规矩钱。规矩啊，那个哥们儿，我这个人很规矩的，来之前都洗过手了，真的很干净，不用给我闲钱去洗手了。哎，不信你闻，你闻。深色一碗，还不赶紧收下，开始检验啊！
拿着。哦，懂了，这是红包啊！领导在眼皮子底下还主动让我收红包。你们明朝这么腐败，不会是又要找机会整我吧？怎么嫌少啊？好吓人，行贿受贿这么光明正大。谢谢哥们儿啊，谢谢。行，查案了，查案了，太好了！哎，安迪，别跑！二人的脖子处有明显的掐痕，应该是死前造成的，这就是死亡的原因。尸斑，尸体血管里面的血液停止流动之后，由于重力的影响，沉积在尸体的底处，形成片状分布。尸僵已经开始出现，根据空气里面的湿度还有温度，我判断他已经死了差不多5个小时左右。那么说，那个家丁甲根本就不是凶手。不过这里应该是第一案发现场。他的胸部有表皮擦伤，并且有咬痕，私处和大腿内侧有半干涸的乳白色液体凝结，应该就是精液残留。他的指甲里面还有皮屑组织，证据确实很多，不过我的工具却不怎么好。安迪，快跟我进去看验尸。你要是再敢乱跑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走。未成年人不得入内。干嘛打脸？不准打脸！云儿休得胡闹啊！你要继续靠近，我就继续啪啪啪啪啪。好霸气！哎，小兄弟啊，那个发现什么端倪没有啊？在案件还没有侦破之前，不好意思，我还不能告诉你，因为这是保密的。怎么样？可以填诗格了吗？哦，就是填写呗。哎，行。好徒儿，整吧。还真想冲大爷，你个小混子！我就是小混子，怎么了？小混子，我不会写毛笔字，我不会写，怎么了？杨秋实，你这不是挑起本相吗？你不是，来人！哎，我来写。哎呦，太好了，我帮你包着稿啊。好，你念，我写。好好好。岳父大人，宋大人他们一定会为小妹和素梅他们雪恨的。哎呀，老爷，说这事儿啊，我给觉得办得好。哎，老爷，我觉得此举不妥吧？为什么不妥呀？这事儿也只能这么办。搞定！你说我爹，写好了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死者面部紫青，瞳孔放大，眼角膜高度充血，鼻腔外有血流痕迹，口腔内有血样液体残留。这颈项喉结下方及其两侧有3处表皮脱落，手处可感舌骨甲状软骨骨折。
这诗歌写的好新奇呀！我好像很专业。对，这很容易看明白吧？死者胸部内间有2道浅红色表皮擦伤，右胸部四周有环形牙印1枚，半皮下出血。右腿内侧距离会阴部2寸处有1道表皮擦伤痕迹。哎，你这诗歌写得极好，好的我都看不懂。会阴，就是菊花上面一点点啊。菊花？哎，你怎么会啊？我被雷劈过。我再看看啊。处女膜起点处有新鲜创口、裂口。杨仵作，这个我看得不太明白，你能否给我解释解释？处女膜起点处有新鲜创口、裂口，自游离缘向基底部延伸。创口处有血痂，小阴唇、大阴唇黏膜组织充血、水肿。这个我大致能走，就是那个起点处，起点中，哎呦，就是哎呀，这又没表，就是我怎么跟你解释呢？就是死者躺那儿的时候，面向天。然后他的左下角，你面对他的时候，他的左下角就是7点钟方向。你这么看，左下角7点钟方向。哦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行了，那我继续干活去了。老爷，我刚才跟您说了，这件事不妥，这案子如此的复杂，怕是破不了。对您，完蛋了，是不是我的表现太冒进、太突出，组织上又要打压我了呀？那个小伙子，又叫我小伙子了，果然有问题。你写的这个很在理，但是这个案子有没有新破呀？安迪杨。这个就是白家小妹私处残留物的采样，应该还留有凶手的气味。安迪杨，你闻闻。安迪杨 ，Red。哪来的破狗啊！滚！松手！应该就是他了，拿下！干嘛？你要干嘛呀？胡管家，胡管家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这位大婶，请留步。这是怎么了？给我押回大牢。吃饭了？哎，等等，请问衙役大哥，怎么只有1份饭呢？哎，大哥，我的这位狱友是不是已经被人随老爷查案呢？查案？哎，你看，就是他，就是那个小混混，这会儿又不知道牵去干啥了。哎呀，杀头呗！我觉得吧，就可惜了他们家那媳妇儿，多好的姑娘啊！哎，太可惜了。哎，这次根本就配不上媳妇儿，贤惠。老婆。你看着多气派呀，真是可惜了。是啊，
那杨秋池，啊，说是放出来了，可结果呢，又进去了。哎，这回呀，他可是犯了大案子了。我听我那哥们儿说，没几天日子了。徒弟来，招不招啊？我招，招了，招了。都是我干的。那个家丁，我买了他的命，我给了他家钱，让他带我顶罪。这就对了，好好的交代。那天午时左右，我经过少奶奶的房间，结果看见房内床榻上睡着白家小姐，衣衫凌乱，甚是撩人，我就，你这个畜生！你去干什么了？说，我就冒犯他了，我害怕，结果我就把他那什么了。行，还算是识相。招了，着了，上刑！我使点劲儿！命啊！饶命啊！哎呀，招了，全招了啊！就是那个管家干的，才栽赃给那个家丁杨秋池啊，你可真是个神断呐！大人，这事儿恐怕还是判的不妥啊，判的不妥。是不妥？给我押回大牢，走！哎。不对，判的不对！兄台，你吃饭了吗？吃个屁饭啊！这是人吃的饭吗？兄台，听说你会查案呐，还被宋老爷给选中了。啊！可是这案子判的不对。哎，兄台，你真的会查案？哎呀！飞蛾死于明火，故有其志者，必有其殃。游鱼死于方伦，故有美事者，必有美毒。你又在逼逼什么呀？这么快就睡着了？安妮。醒醒啊，兄台，醒醒！你干嘛？兄台，你说了一晚上的胡话，扰得人睡不着，鄙人
照顾了你一夜，居然不小心睡着了。你好恶心，你这人！快救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要睡我！兄台，我本好意啊，行之正不求引至直，而引自直啊！直个屁呀！你一看就是个弯的，你想睡我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宋大人，宋知县，白大人，白千总大人，救我！闭嘴！我要回家。老爷，龙井。你以为本县喝不出来吗？小的多嘴。杨法大，念你有功，本县法外开恩，给你一盏茶的时间，张嘴吧。可不许再胡说八道了啊！老爷忙得很，大明律也严得很。老爷，阴府白氏姐妹一案不妥。就知道你要这么说，左一个不妥，右一个不妥。白千总、白大人给你面子，让你知晓了案情，人也是你带头抓的，你又说不妥，你就是一耍本官吗？老爷，我昨天晚上一晚都没睡。哎，对，他连做梦都在想。你闭嘴！老爷，我心中有疑点，你听我明说，你来明断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昨个晚上，你会想吗？偶尔还会想我吗？爱情故事主角已换作他，对我没说完的情话，没有结局的童话。我想我是时候蒸发，把幸福筹码都留给你和他。那些照片留在心里的画面，你现在是否还能想起昨天？为什么对他比我好一些，让我一个人度过寂寞的夜？你有了他，偶尔还会想我吗？曾说的话，你都还记得吗？当你轻抚过他的发，手指落在他的脸颊，重复着和我一起是天长地久的情话。你会想吗？偶尔还会想我吗？爱情故事主角已换作他，对我没说完的情话，没有结局的童话。我想我是时候蒸发，把幸福筹码都留给你和他。此刻爱情远去，已不需要再说什么，只剩下寂寞陪我独自承受所有悲伤。我要擦干眼泪，任由记忆痛彻心扉。杨公子，人家求你一件事好不好啊？我靠，你怎么这么温柔啊？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别人我师傅的事情啊？为什么呀？本小姐不喜欢。只
直接说不就完了吗？我答应你了。你，还有你老婆，要是敢说出去半个字，我啃了你脑袋！我还是喜欢你温柔发嗲的样子。去，哎，小哥，你没事吧？怎么？啊，头蹄儿下水都没事吧？别，没事啊，挺好的，挺好。玉儿啊，你可想死我了！小姐，苏小姐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谁绑架你了？咱家去追那凶犯。是狐仙儿。狐仙儿？哎，你真的确定存在着超现实主义的狐仙儿吗？应该是。什么叫应该是啊？哎呀，反正我被人点了穴道了，我迷迷糊糊的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那你怎么能确定那是狐仙呢？除了狐仙，谁还有那么高深的武功，能绑架本小姐呢？哎，对，我说你说的对。对，狐仙是神仙妖怪，小姐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呢？是吧？对。我靠！我真的严重怀疑你们的科学精神了。